大家好，申万我经常讲到，大环境下的小环境，小人物后的大人物，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所有的必然都藏偶然，反反复复，从去年到今年，从年初到年底，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申万我跟进跟到口水干，高潮低谷，掌声意外，相信熟悉本频道的人，心情也会跟着坐了无数次的过山车。同样的，王一博的长空之王突然撤档，果然跟国际大形势密不可分。今天2022年的10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芯片绝杀令正式生效，中美关系断崖瞬间出现，20大的献礼轰然而至，整个中国娱乐圈的震波影响及其变数陡然加剧，平常人肉眼看不见的娱乐圈洗牌风暴即将灭天来袭。无论如何，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早已经第一时间利用神早的铁口，成功将长空之王完美挂钩了娱乐圈泛政治化的诡异内因。如果美国矢志要将强国打包丢回改开前，那么赵丽颖辛苦完工的改开大剧《野蛮生长》现在不上线，真的就也等不及了。狼烟四起的王一博的长空之王，针对性强的王一博的无名，反而或会赢得宝贵的上线时间。同样这一天，10月12日，一组电影《无名》的侧拍大片曝光，主演梁朝伟、王一博、王传君、周迅、黄磊、大鹏、张婧仪等演员剧中造型曝光，引人期待。据悉，《无名》是由博纳影业出品的谍战影片，和中国医生长津湖一起构成博纳3部曲。该片由程耳编剧、执导，梁朝伟、王一博主演。程耳此次将目光聚焦在1937年至1945年的革命时期。他透露，当时的上海处于一个艰难时刻，无数地下工作者前仆后继，用默默无名的奉献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部电影希望通过事无巨细地展现无名者的奋斗，带观众去看到一个见所未见的世界。于是乎，这期制足 GQ 发布由梁朝伟、王一博等主演的电影《无名》最新剧照大片，梁朝伟、王一博、王传君、黄磊、周迅、大鹏、张婧仪等众主创出镜，倒是卡了个相当有趣的时间点。尤其是剧照中，王一博饰演的叶秘手上沾了鲜血，是叶秘书刚杀完人，在审视自己，纠结黑与白，思考到底怎么抉择吧。这种充满故事感的创意，您 get 到了什么没有呢？沾血的手，滴血的花，以及鲜红手印的床单，让人对无名的剧情又多了一层遐想。申万我老早说了，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一看就是一个危险而又迷人的男人，即使知道他对你只有利用，你也不惜飞蛾扑火。他性感禁欲，金贵绅士，多情又无情，你明知道他对你无情，却又阻挡不了他的魅力。这组电影剧照创造的氛围感很多，即便申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很大，每一张都好像诉说着一段娓娓道来的故事。之前预告片里短短60秒感受到了很压抑的气氛，主角亦正亦邪，期待值拉满。其中梁朝伟与王一博在不同的场景中，通过眼神、神态、动作表演，举手投足间却传递出紧张气息。此次大片主要有2个主题，一组是在戏外作为演员拍摄的杂志大片，一组是在戏里面作为角色拍摄的场景海报。而戏外的大片，所有人都是黑白的色调，呈现出非常好的质感。其中梁朝伟身穿黑色毛衣出镜，双手放在胸前，眼神看向旁边，露出开心的笑容。虽然脸上的皱纹明显，但整个人依然帅气不减，气场十分强大。而王一博同样也是身穿黑色毛衣搭配同色长裤出镜，整个人紧抱着身体坐在地上，低头闭眼，眉头紧锁，似乎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配上大背头，把氛围感拉满。而到了戏里，2个人的感觉又完全不同了。梁朝伟身穿西服套装，站立在镜头前，眉头微皱，眼睛看向前方，妥妥的大佬感觉，光看眼神就充满了气场。而王一博则是身穿西服套装，坐在椅子上，低头望着自己的手，
手上还可以看到明显的血迹，让人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两组大片风格完全不同，也让人感叹，不愧是演员出马。除了已经官宣的梁朝伟和王一博之外，此次大片也是公布了这部电影的全明星阵容，还有周迅、黄磊、大鹏、王传君、张婧仪等等，都是大家熟知且具有实力的演技派。其中周迅的参演也让大家感到意外又惊喜。而在此次大片中，也曝光了周迅在这部影片中的两组照片，一组是在戏外，周迅身穿抹胸长裙望向镜头，整个人非常舒适自然，眼神也是充满了故事感。而另一张在戏里的剧照又完全不同，周迅身穿黑白格子旗袍，搭配非常具有年代感的绑发，侧身出镜望向远方。虽然只是一张照片，但也可以看出整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充满了故事感，整个人清雅又知性。这种图说让整部电影的质感都提升了不少，也让人对周迅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越发期待。除此之外，黄磊、大鹏、王传君、张婧仪等人也是根据各自的人物特点拍出了两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大片，整体的灯光和氛围感让人物充满了神秘色彩，亦正亦邪，不看电影很难判断出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可能只有等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才能知道了，也让人对这部电影越发的期待。这部由成尔导演执导的电影《无名》最近陆续传来了很多的好消息，新万我看来这影视巨无霸的能量还是有的，即便被人狙击的常态也不少，这些深万我都一一深扒了。这部电影历时115天的拍摄杀青，在拍摄的过程中几乎都是保密了，即使是粉丝也看不到任何的路透，代拍也是无能为力。这部电影的题材比较特别，而且也是一部重点作品，所以粉丝们也都很耐心地等待作品顺利播出。自从官博开通之后，并没有官宣任何阵容，只是陆续地晒出了一些合照和预告片。大家对于这部电影阵容的了解完全是通过各种花絮图。最近无名又更新旧阵容，而且有很多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艺人。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民国，大家最开始了解到的阵容包括梁朝伟、王一博、王传君、周迅。这一段时间大家发现这部剧的阵容还包括黄磊、张婧仪和大鹏。不得不说，每一次阵容的更新都给大家一些新的惊喜。其实在电影中很多演员都是熟悉的，而且都是演技派的演员，其中王一博和张婧仪都属于新人演员，这2年也有很多作品在新人中也是很有前景的。但其实看到大鹏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惊喜，因为大家对于大鹏的了解还停留在他是一个喜剧演员，之前还曾指导过喜剧电影。即便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深万我每次提到这个大鹏都会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因为2个字。无名这部电影中大鹏的角色设定是一位阴沉忧郁的汪伪政府官僚，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大鹏该如何塑造这个角色。观众们对于喜剧演员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就是属于喜剧的，而且出演其他的角色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出戏。但其实每一个喜剧演员的演技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导演能够选择大鹏，也一定看中了他的某些特质，是能够和角色契合的。除此之外，大家还发现，如果无名中王一博和大鹏是第1次合作，那么热烈中2人就是第2次合作了。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大鹏曾提到过，是先有王一博才有的电影。如此看来，大鹏导演真的非常欣赏王一博。当然了，申万我说过，欣赏的背后是需要代价的，而且还是可笑代价的那一种。无名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王一博的拍戏状态，为了让王一博能够更快更好地沉浸到角色中，导演让王一博一直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不能玩手机和其他人沟通。王一博也表示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压力。看到这些采访，粉丝们还是很感谢导演的。
王一博能够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能够接受这种训练，为之后其他的作品拍摄也做好了铺垫。因为《无名》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是足够专业的，王一博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发挥好，接下来面对其他的环境更加能够游刃有余了。王一博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能够转化成动力。接下来一定能够呈现更好的状态。看过越多的采访，大家就会更加期待王一博的新电影，因为他目前完成的作品都是题材比较特殊，之前也没有尝试过的，期待作品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自从王一博因为《陈情令》爆火以来，就受到外界诸多关注，无论是善意的好奇与关心，还是恶意的揣测与探究，他都必须被迫承受。因为爆火，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家对他的各种期待。看他是否是昙花一现，限定顶流，看他的未来走势究竟如何，热度能否保持，看他的各种价值能否提升，再上一层楼了。有些时候，王一博是被人架在了高处的，高处不胜寒啊！而且现在的寒意更是无数人体会不到的，因为长空之王撤档之后，已经有新兴顶流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打算一举取而代之了，而且您或许甚至都想不到，老朋友也是其一。毕竟娱乐圈就是新万我常说的斗兽场，大家心照吧。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必须实话实说。10月份之前，王一博一直没有令大家失望，即使猝然爆火，即使在一夜之间走到了所有人面前，王一博也能一夜之间稳住了，并且没有昙花一现。没有掉队，没有失去各种价值，异地而处。假如你是王一博，会比他做得好吗？只能说难，很难。从2019年开始，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在眼里，他的资源、情感、生活、工作、营业，有黑料传出并辟谣，有成绩传来引得众人欢呼，但王一博好似与这一切都毫无关系一般。他只做自己的事情。当智足 GQ 中提到拍摄《无名》之时，导演程耳要求王一博一个人独处，自己安静思考，并且希望他在出戏之后也保持这个活动时，大家这才发现王一博所处在怎样一个环境之中。毫无疑问，大家看到的王一博是光鲜的，他年少有为，自己有作品，有粉丝，有各种能力。他可以很好的完成导演的要求，可以短时间完美复刻一段舞蹈，可以有天赋练习他喜欢的滑板等等。他还在娱乐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为公司带来巨大的创收。要知道，他今年才25岁。新万我只想感叹一句：高处不胜寒啊！可难道他就不会困惑吗？王一博被时间推着向前，综艺、广告、活动、杂志四面八方的事情涌过来，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他。四面升起的镜头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他每天连轴转。除了行程与爱好，他会有自己的考虑吗？但导演告诉他，你可以自己独处一段时间，让王一博待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游戏，没有网络，没有工作，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思考，静能生慧。当一个忙碌不停的人突然有一段独属于自己时光时，他会对过去进行反思，对未来进行展望。于是他在未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深思熟虑来的。王一博真的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随着他不断深入的探索电影圈，拍下一部又一部作品时，外人就描绘着一个喧闹繁华的世界，给他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想象。但其实上他在沉默，在独处。娱乐圈复杂，有多少人都是在娱乐圈迷失了自我。可是王一博不一样，他坚定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无论红与不红，他都在做自己。外界的声音于他而言本就吵闹，不甚理会，更何况当他学会了独处，可以深入探求自己内心世界之时，外界诸多干扰，他更加能做到视若无物了。王一博不是个多话的人，很多时候发生什么他都会选择沉默不讲话，可他的沉默却不会给粉丝带来不安全感，因为他做的远比他说的多。这是他的大智慧，即使年纪不大，却依旧令人信服。当然了，
这次骤然而至的风雨是顶流加主流元祖的一夜崩塌造成的，所以同为顶流加主流的王一博必须再次面对同款的挑战，而且挑战来自四面八方，不再是一个方向了。这种热闹就跟现在横店的热闹一模一样，因为娱乐圈不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第一站，所以热闹必须继续。横店的热闹依旧是真热闹，有多部热门剧集正在拍摄，其中包括赵丽颖、林更新主演的《与凤行》，冯绍峰、景甜主演的《灼灼风流》。同在横店拍戏，赵丽颖、冯绍峰这对前夫妻不知有没有碰面，有没有私下讨论孩子的问题。而从两个人的形象和路透来看，离婚后的状态差异还是挺大的。冯绍峰已经44岁了，这2年作品不多，但也没闲着。他主演的电影《平凡英雄》还在上映，由于各种因素，口碑和票房都不太高。自从与赵丽颖离婚后，他的颜值和身材都朝着实力演员的方向一路狂奔，每次露面都有点不修边幅，看起来很随意的样子，不像一位明星。当然，私生活里怎么舒服怎么来，可以理解，但他貌似身材管理的不太好，他本身就是大骨架，稍微发福就显得虎背熊腰，中年男人的油腻感扑面而来。在灼灼风流曝光的新路透中，虽然画面很糊，但也能看出来冯绍峰略显憔悴，尤其是和女主景甜站在一起。要知道这个大甜甜，虽然演技方面Shin Wan我都懒得重复了，然而她的皮肤是出名的好，又白又细会发光。对比人家一张脸的白皙精致，更对比的冯绍峰的肤色暗沉，黑眼圈和双下巴明显，显得沧桑了不少。尽管冯绍峰演技不错，在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表现都对得起观众，但平心而论，以他目前的形象，演古偶剧实在是有些为难观众眼睛。毕竟古偶剧讲究的是男女主角的颜值和 CP 感，从目前的路透来看，他和景甜的 CP 感不是很足。其实冯绍峰的底子不错，五官俊朗，这些年发展也不单单靠颜值，但必要的身材管理还是要做啊。对于男演员来说，40多岁说老也不老，还是能打的。比如黄晓明，年龄比冯绍峰还大，减肥之后的状态就清爽了不少。不过好在灼灼风流里，男主的人设是浴血沙场，背负国仇家恨的战神，不是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冯绍峰的气场演这种人物还是立得住的，也许成片会给人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完了冯绍峰的近况，再来看看赵丽颖。自从离婚后，赵丽颖全力付出拼事业，已播的《幸福到万家》收视热度和口碑都不错。即将播出的《野蛮生长》，从释出的片花来看，也是质感满满。在八五花中，赵丽颖算是第一个突破事业瓶颈的。不过，赵丽颖之前在《有匪》中的疲态还是让人记忆犹新。毕竟30多岁对于女人是一道坎儿，又生完孩子不久，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但是令人高兴的是，近2年赵丽颖慢慢找到了节奏，状态越来越好了。她本身是圆脸，年轻时的扮相甜美可爱，脸上还有青春和清纯的影子。这么多年过去后，经历了结婚生子又离婚，再天真的女人都会脱胎换骨，褪去青涩。如今赵丽颖依然美丽，但气质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少女感减弱了，御姐气质增强，整个人更成熟了。在《与凤行》中，赵丽颖的古装造型美丽而又飒爽。她在剧中的角色是贤珠而生的魔界女王爷，看人设应该是霸气女强人款，很符合目前的形象气质。灼灼风流和《与凤行》都在横店热拍，虽然在不同的剧组，但赵丽颖、冯绍峰应该知道彼此身处同一空间的，所以狗仔队的强行撮合，Shin Wan我也是口干舌燥了。2个人虽然离婚了，但还有一个孩子。不知道父母都在拍戏时，孩子是谁在带？是保姆还是祖父母呢？也不知道2个人有没有在拍戏空余时间私下见面聊聊家常。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俩真正官宣的会面的路透。巧合的是，在《梦华录》饰演刘亦菲前未婚夫疑似翻红的徐海乔，
这次在《与凤行》和《灼灼风流》中都有戏份，她有没有当这对前夫妻的传话筒，也很令吃瓜客好奇不已。或许不少人都想不到的是，魔幻的今年，魔幻的2022年，居然可以说是欣欣小花的冒头之年。申万我第一时间就提到过，在年初的时候，长相超级路人的赵今麦居然因为一部开端爆火，后续又有和张嘉译、闫妮合作的《少年派2》跟上，已经稳居一线小花行列。年中，赵露思和虞书欣分别凭借《星汉灿烂》和《苍兰诀》加入小花抢位战中，再加上宋祖儿、任敏、张子枫、周也等人，小花之争可以说是如火如荼。都说长江后浪拍前浪，那么身为前浪的八五花们又是何境地呢？唐嫣现在专心相夫教子，暂不复出。唐嫣前几天刚接受采访，表示全面开工之后肯定没时间陪孩子，目前自己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她自从结婚以后，重心完全放在了家庭上，偶尔亮相能看出状态保持得很不错，婚姻生活应该蛮幸福的。罗晋这几年倒是蛮拼的，有一己之力扛起全家生计的感觉。男主外女主内，估计这1、2年唐嫣的曝光率还是不会高，但是以前留下了太多经典角色，复出后还是会有热度，但还是要看后续的作品。赵丽颖就不消说了，申万我一直都铁口不绝，现在的赵丽颖狡兔3窟，规划有道，进可攻，退可守。八五花里，申万我一直最看好的就是赵丽颖，她是八五花中寻求转型最积极也是最有成效的。幸福到万家播的霸气、野蛮生长的预告，总体感觉也是有味有感，角色不错。当其他几位还在和小花走一样路线的时候，她已经率先有了换跑道的想法，而且她的步子走得很稳，懂得转型的时候二搭零更新拍骨偶，进可攻，退可守，是最有规划的八五花。至于同样拼命的杨幂，可以说机会就在眼前，却也挺远。杨幂的新剧快播了，眼尖的网友发现这部剧的出品方里嘉行传媒的名字不见了，似乎印证了杨幂即将离开嘉行的传闻。从《三生三世》的时候就发现她真的是拖着全公司的艺人在跑，她主演的剧里一半的配角都是嘉行的艺人，而且她这些年拍的剧很多都是嘉行的自制剧。嘉行主打年轻人市场，出品的剧也偏低龄化，而且剧本质量真的一言难尽。所以这么多年，杨幂其实也尝试过几次转型，但最终还是被嘉行拉回来演各种低质剧。杨幂是八五花里公认最来势的，也是人气最高的，但她的困境也很大，一直不转型的话，光靠美艳人设还能走几年呢？离开嘉行或许是一次机会。至于刘诗诗，依旧是佛系一姐的佛系人生。刘诗诗给人的感觉就是佛，2年拍一部剧的节奏，平时主要就是搞搞商务、站站台、拍拍杂志，曝光度不低，人气也维持的还行。主要是娱乐圈真的不好找他的替代品，别人的人淡如菊是营销出来的，他是浑然天成的。之前赚狐妖主页篇，还真只有他最合适，独特的气质是很大的优势。奈何这姐事业心一般般，估计也无所谓更上一层楼，维持着现在的热度，他就心满意足了。剩下大嘴杨颖，貌似有点难，受口碑所累，无资源了。这位 baby 这2年拍了不少剧，很明显是想往演员身份偏移。其实他今年那部姐弟恋的剧，突演技还凑合，没有之前传的那么差。风起陇西里的表演也中规中矩，他的问题在于拿不到好资源。其他八五花的影视资源都是大制作，他受口碑所累，要么在 A 级剧里演女主，要么只能在 S 级里演配角，这样的资源注定很难遇到好角色。当然了，刘亦菲依旧值得一提，她现在重返电视圈厮杀，场景未知。刘亦菲本来已经去演电影了，但是成就明显没有电视剧大。今年回归电视剧，一部《梦华录》再次令事业回春，成了搅乱八五花格局的黑马。她的再拍和代拍作品同样是电视剧，看来兜兜转转还是发现小荧幕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可以说，20到35岁是大花小花的最美绽放期。
八五花拼颜值、拼少女感、拼各种偶像剧资源，大家各有亮点，都已经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然而35岁是另一个分水岭，是全新的起跑线，他们的终点也变得各不相同。有人选择了相夫教子，有人继续拼搏。接下来的5年，八五花的江湖肯定会面临大洗牌，有人继续辉煌，有人归于平淡。目前来看，赵丽颖、杨幂、杨颖、刘亦菲等人的事业心都很强，虽然3个人的事业规划不尽相同，但是肯定还会长红。刘诗诗和唐嫣的事业心稍弱，但毕竟有经典傍身，只要愿意经营，高度绝不会比小花差。无论如何，他们的青葱岁月观众都会记得，他们已经在屏幕上留下了最美的身影。申万我提到多次的，赵丽颖对幕后工作也开始了不同的试水和跨界的学习，这些动作都在为诡异的2023年做足了准备。因为申万我铁口的赵氏的狡兔3窟已经多次证明了的的确确是内娱唯一的生存之道。这不，自打王一博的长空之王临门遇上无影脚之后，不断有官方和小道的媒体不断报道称，内娱的男流量格局已经再度更新。这个顶流新格局有些诡异，是肖战、杨洋、龚俊、程毅组成的新的4大流量。鉴于龚俊、程毅的热度体感与之前的顶流有弊，所以对于这种说法，很多人都嗤之以鼻。4字兄弟王一博、蔡徐坤的部分激进粉丝更是觉得程毅、龚俊是在越级碰瓷，这些源自粉丝的不满肉眼可见。然而呢，背后的诡异还是值得说到的。单论数据和眼下火粉的追捧程度来说，程毅和龚俊的确是熬出来了。因为他俩最近的曝光热度和应援动静都比之前要大了，而且速度也是惊人的那一种。就像很多人都想不到，赵丽颖居然和龚俊齐刷杂志封面了，可见后者的努力跟资源的厚爱和力捧息息相关。因此，速度必须有，而且您也千万别忘了，申万我神早跟进申八的那个被突然8坟射死的张某汉，一塌房，某人就瞬间独领风骚，坐收双响了。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偶然呢？大环境下的小环境，小人物后的大人物，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所有的必然都藏偶然，反反复复，从去年到今年，从年初到年底，是不是周而复始了呢？您觉得王一博的长空撤档，接下来谁会受益呢？所以现在有媒体鼓吹他俩上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比较起王一博、易烊千玺、蔡徐坤这3位经过长期考验的顶流前辈来说，他俩的热度到底还是昙花一现的存在，缺乏根基和热爱呢，还是已经具备长期续航的实力呢？这个还是要继续观望一下的。因此他俩的粉丝或者团队暂时还是不要顺赶上，免得中了糖衣炮弹，还没真红就先被捧杀了。这2年下来，真的是沧海桑田，让人感怀。第一版4大流量犯罪率高达50%，外加一个能躺着绝对不坐着的恋爱脑，杨洋能坚挺到现在，属实是不容易。而第2版的4大流量，也就是所谓的菜鸟驿站中，4字兄弟已经成为了小镇做题家公敌，几乎不敢过度营销，就是再有资本捧也难复当初了。蔡徐坤则因为转型艰难，遭遇了瓶颈期，毕竟idol在内娱已经没有足够的曝光舞台了，可是没去演员赛道，好资源实在没必要找他增加风险，而一般资源又配不上粉丝流量都多的他，所以一时半会儿很难再有作为。零团队的孤勇王一博，则是因为申万我铁口无数次的被人过度营业，透支了太多的体力和大量的潜力，一个人跑太快了。申万我的这个相当古早的镶钻铁口，到现在依旧是掷地有声。您说对不？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找回那支视频，怒骂出自己的心声出来，无任欢迎。团队在热度和粉丝续航这块，如果缺少预案备选的后劲和先知先觉的动力的话，那么也就的确只剩下能抗能打，战斗力一直逆天飞舞的肖战，还能继续笑傲诡异的流量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
对博君艺校这个古早话题已经说到失去知觉了。为什么实际口碑和实际热度都远远比不上王一博的肖战？突然出现在了第3版4大顶流之中，的确值得大家深度思考。现在的风向已经早早进入到了2023年的诡异当中，肖杨2位的顶流位置充满问号，其他人更是需要深度卷一卷才能分出高低胜负。那么顶流加主流的王一博在长空之后该如何团队呢？